达摩与梁武帝，慈悲才是最隐秘的我执。一个穿着袈裟的皇帝跪在佛前，虔诚地像一尊活菩萨。他已经是第二次脱下龙袍来寺院出家了。满朝文武急得满头大汗，最后凑了整整1亿钱，才把这位皇帝从佛祖手里赎了回来。这个人叫萧衍，也就是后世说的梁武帝。他在位48年，建造了2800多座佛寺，全国的僧尼超过8万人。他亲自受菩萨戒，断酒断肉，前后4次舍身同泰寺。他下令全国僧侣一律禁断肉食，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，成了汉传佛教最深刻的印记之一。不管从哪个标准看，他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虔诚、最慈悲的信佛皇帝，没有之一。但就是在他最虔诚的那些年里，一个从南印度漂洋过海的和尚来了。这个和尚叫菩提达摩。梁武帝亲自接见，满怀期待地问了一个他觉得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：朕即位以来，造寺、写经、度僧不可胜数，有何功德？达摩看了他一眼，说了4个字：并无功德。梁武帝当场愣住了。2800座寺庙，8万多僧尼，4次舍身出家，换来的竟然是并无功德。他不死心，追问为什么没有功德。达摩说，这些都是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看起来有，其实不是真实的功德。梁武帝又问，那什么才是真功德？达摩说了一句他完全听不懂的话：静至妙缘，体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是求。梁武帝彻底懵了，他换了个问题：佛法最高的真理是什么？达摩说，廓然无圣，空空荡荡的，没有什么圣人不圣人。梁武帝急了，那站在我面前的人是谁？达摩说，不识。这是把话给彻底聊死了。达摩转身离开健康，独自一人渡过长江，北上嵩山少林寺，一坐就是9年，面壁修行。数十年后，侯景之乱爆发，叛军围困健康，86岁的梁武帝被困在台城，断水断粮，身边连一个来救他的人都没有。那些他用一辈子供养僧侣，花无数金银建造的寺庙，以天子之身维护的佛法，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全部沉没了。他躺在禁居殿里，嘴里发苦，想喝一口蜂蜜水都没人给他送。中国历史上最慈悲的皇帝，活活饿死在了自己的皇宫里。这段对话被记录在禅宗最重要的公案集《碧岩录》的第1则，排在所有公案的最前面。整部中国禅宗史就是从这场尴尬的对话开始的。而我读这个故事，最受震动的不是达摩的高深，而是梁武帝的结局。一个把一切都献给了佛的人，佛为什么没有救他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是关于修行的故事第4期。第1期我们用一杯咖啡的故事建立了一个底层认知：你杯子里装的是什么，被撞的时候洒出来的就是什么。上一期我们拆解了维摩诘，一个活在红尘最深处的吃肉喝酒的商人，花瓣落在他身上却站不住，因为他的认知系统里根本不运行那套2元对立的分类器。今天这一期，我要用达摩和梁武帝这段千古对话，拆解修行中最深也最隐蔽的一个陷阱。这个陷阱之所以危险，是因为它长得一点都不像陷阱，它就是慈悲。在展开之前，我想先让你做一个自检。当你听到并无功德这4个字，你脑子里最先冒出的反应是什么？我猜绝大多数人会落入2种直觉之一。第一种，做好事怎么可能没有功德？达摩也太极端了吧。第二种，达摩说的对，善行只是表面功夫，真正的修行是内心的事儿。这2种反应看起来完全相反，但他们犯了同一个错误，他们都假设达摩在否定善行本身。第一种说你不应该否定善行，第二种说善行确实没用，但达摩否定的根本不是善行，他否定的是梁武帝做善行时心里那个正在偷偷膨胀的我。更准确地说，达摩诊断出了一种极其隐蔽的疾病。梁武帝的慈悲已经变成了他最大的执着，而一个对慈悲的执着比对金钱的执着更难被看穿，因为没有人会质疑慈悲。让我用唯识学把这个机制拆开。梁武帝问我有多少功德，这句话里藏着一个完整的认知结构。有一个我，做了很多善事，这些善事变成了一笔叫功德的资产，
这笔资产属于我。你听出来了吗？莫纳什，那个我们一直在说的我执中枢，在整个过程中不仅没有被削弱，反而被大大强化了。每建一座寺庙，莫纳什记一笔，这是我建的；每抄一卷经文，莫纳什记一笔，这是我抄的；每一次舍身出家，莫纳什记一笔，这是最高级的善行，是我做的。做了48年善事之后，莫纳什膨胀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现在我不仅是皇帝，我还是功德最大的菩萨皇帝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一个人去健身房，每做完一组动作就自拍一张发朋友圈。他锻炼了吗？锻炼了，但他真正练的不是肌肉，是朋友圈里我在健身这个人设。梁武帝的善行就是帝国级别的健身发朋友圈，他练的不是觉悟，是我是菩萨皇帝这个人设。用预测编码来说就更清楚。梁武帝的大脑里运行着一个核心预测模型，我做善事，善事积累功德，功德属于我，我是伟大的修行者。这个模型的精度权重极高，他用整个帝国的资源来不断验证它。每一座新寺庙都在加固这条信念链。他问达摩有多少功德，本质上是在寻求最高权威来给这个模型盖最后一个章。达摩一句并无功德，不是否定他做的事儿，是试图击碎这整个模型。但梁武帝没听懂，他的先验权重太高了，高到达摩的话根本穿不透。好，这是第一层。但这个故事真正让我震动的是第二层。上一期我们讲维摩诘的时候，用的核心概念是分别心。你给事物贴标签，标签就是粘住你的胶水。梁武帝的问题比分别心更深一级，他不只是在给外部事物贴标签，他在给自己贴标签，而且贴的是一张最难被识别的标签。我是一个慈悲的人。佛学里有一个概念叫禅悦之贪，修行者在打坐中体验到清净美妙的境界后，开始贪恋那种感受。从贪恋奶茶升级到贪恋禅定，瘾的品种换了，成瘾机制一模一样。梁武帝的症状比禅悦之贪更深一级，他贪恋的不是某种修行体验，他贪恋的是我是一个慈悲的人这个身份本身。禅悦之贪是体验层面的，你迷恋一种感受，但慈悲我执是身份层面的，你迷恋的是我是谁。这才是修行者能掉进的最深的坑。为什么最深？因为它长得最不像坑。你修行修到一定程度，贪财的念头你能觉察了，贪色的念头你能觉察了，贪名贪权的念头你都能觉察了。你一件一件的把这些衣服脱掉了，你觉得自己快接近那个本来面目了，但你低头一看，还穿着一件我是一个慈悲的人，我是一个有修行的人。这件衣服和皮肤长在了一起，你以为那是你的皮肤，其实那是你最后一件衣服，而且全世界都在帮你加固这件衣服。谁会质疑一个人的善良？谁会说你太慈悲了？这就是莫纳什最高明的策略，他挑了一个人人称赞的标签来构建身份。你贪财会被批评，贪色会被批评，但贪慈悲只会被鼓掌。梁武帝晚年的结局就是这件衣服的代价。侯景来降的时候，所有大臣都反对接纳，这个人反复无常，接纳他等于引狼入室。但梁武帝接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菩萨皇帝不能拒绝一个来投诚的人，他的决策不是基于现实判断，而是基于身份维护。侯景叛乱时，他有机会镇压，却一再犹豫姑息。为什么？因为菩萨皇帝不能杀人，莫纳什不允许慈悲的我人设崩塌，哪怕代价是整个国家。你还记得上一期韦摩诘的故事吗？韦摩诘活在红尘的最中心，有妻有子，出入赌场和宴席，但花瓣落在他身上粘不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不运行任何关于自己的分类器。他不是在抵抗世俗，他连世俗这个标签都没有。而梁武帝恰恰相反，他的分类器全速运转，只是换了一个最高级的标签。我是菩萨皇帝。维摩诘身上什么都不沾，因为他没有身份需要维护。梁武帝身上沾满了功德的花瓣，因为每一瓣都在服务于我这个身份。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看，就是一面完美的镜子。好，现在到了第三层，也是最关键的哪一层？这里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区分。六祖慧能在坛经里说得很清楚，梁武帝做的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
福德是你做善事换来的好结果，来世投个好胎，今生事事顺利，这些在因果的层面是真的，达摩没有否认。但福德是有漏的，漏的意思是它会耗尽。你做了善事积了福，福享完了就没了，就像银行里的存款，利息再高，花完就是花完了。功德不一样，功德不是外面积累的东西，功德是内在的认知转化。功是对治烦恼的功夫，德是这个功夫让你看到的本性。功德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做这项事的时候心里发生了什么。同样是建一座寺庙，梁武帝建寺庙，心里想的是我又积了一件大功德，这是福德，每一座庙都在喂养我。如果一个人建寺庙，心里面没有我在做善事这个念头，只是看到这项事需要做就做了，做完转身走了，不记账，不邀功，不给自己贴标签，这才是功德。金刚经里说的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都见过两种做慈善的人，第一种，做善事一定要被看见，一定要让圈子里的人知道。善事本身是真的，受益的人也是真的，但他做完之后一定会找机会提起来。莫那时全程在线，每一笔善款都是我是好人这个人设的建筑材料。第二种，你认识他很多年之后，偶然从别人嘴里听说他默默资助了10几个贫困学生读完大学，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。你问他，他说顺手的事，然后换话题了。从外在行为来看，两个人做的事差不多，但从杯子里装的东西来看，完全不同。第一种人做完善事，杯子里我更满了；第二种人做完善事，杯子里我更淡了。第一种是有漏之因，第二种才接近真功德。好，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，那我以后做善事的时候，努力做到不想着自己在做善事就行了。如果你冒出了这个念头，恭喜你，你刚刚掉进了下一层陷阱。我要做到无我的做善事，你听听这句话，我要做到无我，主语还是我。你在用莫那时来消灭莫那时，就像用火去灭火，只会让火越烧越旺。上一期维摩诘的故事结尾我们说过，如果你听完之后想着太好了，我以后不分别就好了，那你又制造了一个新的分别，把分别放进了坏那一栏。同一个陷阱，同一个结构，那怎么办？做善事会喂养我，刻意做到无我也在喂养我，这不是死循环吗？这就是为什么达摩聊完天没有继续辩论，没有写一本操作手册，而是转身去了少林寺面壁9年。他不是在赌气，他是在用行动示范，答案不在做什么上面，答案在先把那个做事的我彻底看清楚上面。达摩面壁9年，什么都没做，他就坐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心，没有建寺庙，没有抄经文，没有供养僧人，但他做的事按他自己的标准，比梁武帝所有善行加起来都更接近真功德，因为他在做的是彻底看清我的运作机制。当我被看清了，他就失去了劫持一切行为的能力。然后，只有然后，善行才能真正以无助的方式自然流出来。不是你努力让自己做到无我，是当你的觉知足够深，无我自然发生，善行自然流出，顺序不能反。这让我想到投资上的一个观察，我投了300多个早期项目，见过太多创始人做决定的时刻。那些最好的决策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，创始人事后描述那个时刻，说的不是我分析了所有数据然后做出了最优选择，而是我就是知道该这么做。那个状态非常接近无助，不是没有思考，而是思考不再被我需要正确，我不能失败这些东西污染了，决策从一个更清澈的地方流出来。而最糟糕的决策往往发生在创始人被我直劫持的时刻，我必须证明我是对的，如果失败了，我的面子往哪搁？莫那时全程在线，每一个决策都在保护我，而不是面对真实。好，最后我想说一件让我特别感慨的事儿。达摩走了之后，梁武帝身边的高僧智公禅师听说了这段对话，大惊失色，那是观音大士再来传佛心印的人啊。梁武帝追悔莫及，派人追赶。智公说，莫说派使者去追，就算举国之人都去，他也不会回来。达摩给了梁武帝一次直面真相的机会，但真相太刺眼了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反省自己，
而是觉得这个和尚不懂我。等有人告诉他错过了什么，他又想用皇帝的权力把对方追回来。这还是莫纳什在运作，用我的力量去抓住真理。但真理不是你能抓住的，真理是当我松手的时候，自然在那里的东西。达摩在嵩山面壁9年间，终于等来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叫慧可，年少时通读儒家和老庄经典，后来出家为僧，在各地遍访名师，学了10几年佛法，但内心始终不得安宁。大约40岁那年，他来到嵩山求见达摩。那天大雪纷飞，慧可站在洞口外面，从白天站到深夜，雪埋到膝盖，达摩连头都没回。慧可拿起刀，把自己的左臂砍断，放在达摩面前，说：我的心不安，请为我安心。这里要说一句，关于慧可断臂，续高僧传的记载是，他后来被盗贼砍断了手臂，并非自断。禅宗传统选择了自断这个版本来讲述这个故事，因为它更能传达那种决绝。我在这里用的是禅宗的传统叙事，你知道有不同版本就好。达摩说：你把心拿来，我帮你安。慧可找了半天，说：找不到。达摩说：我已经帮你安好了。梁武帝带着满满的功德簿来，看看我做了多少好事。慧可带着一条断臂来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个不安的心。一个是装满的杯子，一个是空了的杯子。慧可说找不到心的时候，他经历了一次极其精准的认知翻转。他往内一看，发现他以为存在的那个实体的心，那个能被拿出来给别人安的东西，根本不存在。那个不安是真实的体验，但制造不安的那个我，是遍计所值叠加上去的标签。标签被看穿的那一刻，不安自行消解了。达摩什么都没做。这和上一期维摩诘的沉默是同一个结构。维摩诘用沉默示范不二，不是选择了不说话，是整个需要选择的框架消失了。慧可在找不到心的那一刻，经历的也是同一件事，不是找到了一个安心的方法，是发现需要被安的那个心，从一开始就不存在。这才是真功德，不是从外面往杯子里添加安心的成分，而是看穿了不安的制造机制。第一期我们说，杯子里装的是什么，洒出来的就是什么。上一期维摩诘让我们看见给事物贴标签的分别心，就是粘住花瓣的胶水。今天达摩的故事再往前推了一步，最难被觉察的标签，不是你贴在外面事物上的，是你贴在自己身上的。我是一个慈悲的人，我是一个有修行的人，我是一个善良的人，这些标签和皮肤长在了一起，你以为那是你自己。修行最深的陷阱，不是贪嗔痴，贪嗔痴长得像陷阱，你迟早能认出来。修行最深的陷阱，是你脱掉了所有衣服之后，最后一件和皮肤长在一起的那件，我是一个好人。真正的善行，从你忘掉自己在做善事的那一刻开始。对于这一期的内容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心里有没有一座慈悲的庙？不一定那么宏伟，也许只是一个标签。我是善良的人，我是通透的人，我是有觉悟的人。那个标签，你敢不敢摘一下，看看底下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观察。我留给你一个问题：达摩面壁9年，什么都没做；慧可砍掉一条胳膊，也什么都没得到。但禅宗认为，这两个人创造了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功德。如果功德不在于做了什么，那它到底在哪里？也许答案就在你今晚关灯的那个瞬间，念头停了，手机放下了，房间安静了。在那个什么都没做的空隙里，有没有一个东西是一直在的？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